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案件是发生在2014年广西的一个买凶杀人案。这个案子里面一共有5名杀手，结果5名杀手也没有杀掉目标结果到最后还很搞笑。咱们把时间推回到2014年。2014年4月28日，广西南宁某职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魏某去上班，前台呢给了他一张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留这个电话的人呢说了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跟他谈。魏某一开始也没有在意，他纵横生意场已经20多年了，什么样人没见过，搞不好又是故弄玄虚骗钱的。但前台再一次提醒他，打电话的人说了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能耽搁的大事。魏某想了一想，还是拨通了这个电话。谁知道电话打过去之后，却听见对方说有人出钱要你的命。魏某呢也是没有当回事，轻笑一声，你要来杀我那就来吧。然而接下来对方报出了他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车牌号码以及等等等等详细信息，并且表示现在我已经不想要你的命了，要求他晚上8点到一个咖啡厅来见面。魏某思来想去这面还是得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不过呢还不能一个人去，于是呢他叫上了公司的3名下属，4个人一起去约见地点。到了之后打电话的男子果然是一个人来的。一落座，男子便拿出了手机给魏某看照片。照片里的人不是别人，就是魏某自己。有的是他在走路，有的是他陪朋友逛商场，有的是他在开车。显然这个人已经跟踪他有段时间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人所说的并不是开玩笑。随后这个男的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身份证上有这个男的的名字叫林显四。魏某得知有人要杀他，顿时一身冷汗。林显四的话呢，并没有打消他的恐惧，但是呢，魏某也不好立即就和这个人翻脸，于是他答应下来，配合林显四拍了几张这个被绑架的照片。拍完照片之后，魏某按林显四所说的，就把手机关掉，飞到了上海，躲了10天。在这个期间他一直在调查到底是谁要杀他，可是查来查去都没有查出个结果。担心自己的生命还是会受到威胁，于是在2014年8月4日，魏某向南宁市公安局报了警。很快警方将这个事情查了个水落石出。让人万万没想到的，这个雇凶杀人案呢，一开始价格并不是10万，实际上是200万。只是经过了5层的转包，每一层都从中提成，导致200万呢到了这个林显四手里只剩下10万元了。这一切还要从雇凶者谭佑辉来说起。2012年8月，谭佑辉呢入股了广西某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南宁某职业有限公司，成了这2家公司的大股东。2013年，魏某因为跟这2家公司合作开发那个房地产项目，中间呢产生了这个纠纷，魏某一怒之下就把这2家公司给告了。谭佑辉为了不让自己投资参股的这2家公司亏损，于是找了1号杀手西广安，出钱200万元，让西广安干掉这个魏某，并提供了魏某的身份证复印件、电话号码、车牌等详细信息。只要魏某消失，这样他投资的2家公司呢就不会亏损倒闭了。西广安这个人也比较贪心。2014年4月，西广安还主动联系了谭佑辉，表示呢事情不太好办，需要追加100万酬金。软磨硬泡之下，谭佑辉同意了，不过呢要事成之后再支付尾款。西广安联系了2号杀手烧烤店的老板魏天祥，将其中的100万元交给了魏天祥，并且将魏某的这个信息也交给了他。西广安什么事都没干，就挣了100万。莫天祥呢揽下了任务之后当晚就联系了越南的朋友。他这个越南的朋友也非常的够意思表示会安排缅甸的雇佣兵入境，价格是50万元。于是莫天祥呢就付了50万元请这个缅甸雇佣兵。很快缅甸雇佣兵传来的消息说魏某已经被解决掉了，尸体埋在了山上。莫天祥非常感叹，到底是雇佣兵专业人效率就是高。但没多久，莫天祥发现魏某并没有死。某个深夜，莫天祥就来到了这个雇佣兵说的这个埋尸地点，挖开之后发现这是一个空坟里边什么都没有。这个莫天祥才知道被骗了，这哪是这个缅甸的雇佣兵呀，这就是一个缅甸的诈骗犯。不过
开弓没有回头箭，钱已经收了，没有反悔的意思啊。无奈之下，莫天祥决定再找一个杀手，于是莫天祥就找到了3号杀手刑满释放人员这个杨康生，并且承诺先付27万元，事成之后再付23万元的尾款。杨康生点头同意了，但是转头这个杨康生又找到了4号杀手杨广生，说出价20万，杨广生也点头答应了。但是拿了钱之后，这杨广生也不做事，他找到了下一个，找到了5号杀手林显四，说愿意花10万元买魏某的一条人命。林显四虽然不知道刚开始的佣金是200万，但是觉得10万元去买一条人命太便宜了。林显四也不傻，心想以现在的这个刑侦技术，他在杀害了魏某之后十有八九他是逃不了的，就为了10万元白白搭上自己的一生，太不值了。于是他就来了一出鱼目混珠，向魏某坦白，并且拍了一些假死的照片交差。咱们看一下这个转包的过程当中，每个杀手挣的钱数啊。1号杀手奚广安赚了100万，2号杀手莫天祥赚23万，缅甸雇佣兵赚50万，3号杀手杨康生赚7万，4号杀手杨广生赚10万，5号杀手林显四赚10万。最终呢，这一起雇凶杀人案抓了6个犯罪嫌疑人。这个案子审判的时间也比较长，1审、2审法院都认为证据不足，6个人没有判刑。2019年，魏某又请求这个检察院再次提起上诉。在2019年的6月3号，广西南宁市中院再次开庭，并对此案作出了最终判决。6人故意杀人罪成立，分别判处谭佑辉有期徒刑5年，奚广安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杨康生有期徒刑3年零3个月，杨广生有期徒刑3年零3个月，莫天祥有期徒刑3年，林显四有期徒刑2年零7个月。这起买凶谋杀案呢就此结束。这个案件告诉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重要性。没有关注订阅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关注、订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